Hello， 各位爱编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织的频道，我是艾芙琳。中国结是中华文化特有的编织工艺，具有悠久的历史。结是吉的谐音，福禄寿喜财安康都是属于吉的范畴，也象征着美好的祝福和心愿哦。那我要许愿多一点罐罐。今天艾芙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钩针版的中国结。这个中国结的形式取自最常见的盘长结，我使用的是最常用到的4股牛奶棉、2.5的钩针，还有缝针，还准备了一个1.5公分的珍珠作为流苏的装饰。首先我们锁边起针，起11个锁针，锁边的起针数决定于中国结交错的行数，我的是3行交错，要乘上4再减1，所以起针数是11个锁针。如果你想要钩大一点的中国结是5行交错，那么可以5乘4再减1，那么起针数就是19个锁针。第一行11个锁针结束，第二行钩织11个长针。我们先钩一个长针的起立针，我的长针起立针方式是先钩一个带有起立针的短针，然后再钩织一个锁针。接着在这个短针上，左边这条线穿进，再钩织一个短针，作为我的长针起立针方式。我使用这样的方式而不是3锁针，是因为这样的起立针方式针目会比较明显。这个起立针算是1针，接下来钩织10个长针，总共有11个长针。11个长针钩织结束之后，我会继续钩织12个锁针。接着我要在这条锁针链上往回钩织11个长针。第一针起立针使用我刚刚说的那样的起针方式，又是一个带有起立针的短针，再一个锁针，然后在底下的这个短针左边这条线上再钩织一个短针，接着一样钩织10个长针。而你会发现，刚刚第2行所延伸的12个锁针里，最后一个锁针是没有被钩到的。这样之后我在做这个中国结的纵横交错时才有空间。接着我再继续钩12个锁针，接着再往回钩11个长针，这11个长针包含了起立针。最后我们会完成一个像这样3行长针连着的织片，接着就可以引拔断线，留长线做缝合。这个长线要足够缝合织片的4边。我们完成这样的织片2个，而第2个织片不需要留长线。为了清楚演示，我用了2种不同的颜色。我们将这2个织片一个横向一个纵向摆着，接着像这样开始上下交错编织。接着我用所留下的长线，在这个结的4边做缝合固定。缝合的时候，一个长针对应着3个针目，而每行长针之间会空着一个针目。4边都缝合固定好之后，藏好所有线头并修剪。
接着我们在这个结的其中一个角引线钩织，引线之后先锁1针，接着钩织7个锁针，再回到这个角做引拔，只要遇到这个结的4个角都是这样钩，然后是这个结的4个边，我们在每一行的旁边钩织4个锁针，接着在行与行之间的那一个针目做引拔，沿边钩织结束之后，又遇到这个转角，接着一样引拔在这个角上，再钩织7个锁针，又回到同一个地方引拔。我们就这样依照文字结的规律，沿边钩完1圈，最后头尾做引拔，引拔在这一圈的第1个针目上。接着下一圈，我们要在每个锁针空间里钩织。我们在每个角的7个锁针空间里钩织1个短针、1个中长针、7个长针以及1个中长针，再1个短针。而在4锁针的空间里钩织2个短针，再2个锁针，接着回到第2个短针上引拔。引拔的时候可以挑起这个短针上面以及左边的这2条线，然后再钩织1个短针。每个边都会有3个4锁针空间，而转角则是7锁针的空间。我们就依照文字解的规律，在锁针链上做钩织。所有的锁针链钩织完之后，就可以引拔断线，藏好线头，让这个中国结就钩织完成啦。如果你所钩织的交错行数不同，那么这个中国结的大小也就会不同。你可以为它加上你喜欢的流苏样式。我用环起钩织8个短针，接着在第2圈以及第3圈也是继续钩织8个短针，作为流苏的一个帽子。第1圈的8个短针结束，拉紧线圈，接着我直接钩织第2圈跟第3圈。第2圈以及第3圈不做加针，在每个针目上都钩织1个短针。因为我采螺旋式的钩织，就是头尾不做引拔，所以在第1个针目上放上记号扣。钩织结束，引拔断线，留长线要做缝合。我们可以将最后这个线头从引拔的针目引到里面去，
这样就完成这个流苏的帽子。接着我用相同的毛线在手指头上绕线，做流苏的穗。我大概绕了12圈，你也可以自行决定想要的长度与绕的圈数。接着我取一条线，在这个圈的中心打结，并且利用打结留下来的线段穿过缝针，接着再像这样穿过这个流苏的帽子，接着再穿过这个珍珠，或者是任何你喜欢的装饰用的珠子，再将这个流苏固定到这个中国结的其中一个角上。我以打结的方式固定住，然后再藏好所有线头。我用流苏的帽子所留下来的线段，在流苏之间来回穿缝固定。最后将这个线头给藏好，接着将流苏的另一端修剪整齐，接着在流苏的对角钩织一条锁针链，当作是中国结的吊绳。这样，这个象征着吉祥的中国结就完成啦。喜欢的朋友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